英國全球第6大嘅經濟體，係人類史上第一個工業化嘅國家，比美國早足100年開發。當時各個國家都爭住 copy and paste 佢。高峰期裏面，世界近1/4嘅 GDP 都由英國產出，被譽為日不落帝國。不過近年英國嘅經濟面臨困難重重，官方更加證實上年英國曾經進入呢個淺度衰退。英國嘅在職貧窮人數25年嚟大增56%，無家可歸嘅家庭1年內激增16%，企業留英意欲低，嚟英國設立企業總部嘅數字按年大幅下跌34%。究竟英國嘅經濟係咪真係咁差呢？投資者又要注意啲乜嘢呢？英國經濟嘅困難唔係由疫情開始，而係早喺08年金融海嘯之後，英國嘅經濟點搞都冇乜起色。10幾年過去啦，英國陷入咗低增長、低生產力、低人工嘅惡性循環。呢個係過去用咗10幾年形成嘅循環。今日我就整理咗一啲資料同你哋一齊研究下。08年由美國嘅次按危機引發咗全球嘅金融海嘯。英國金融機構因為持有大量嘅美國資產同埋美國業務，加上對美元嘅高度依賴，引發英國多家銀行倒閉。海嘯直接將英國推入衰退，經濟經歷61年嘅最差，房價下跌咗20%。當時英國雖然有大量嘅緩解措施，但係破紀錄嘅開支導致政府嘅財赤達到2次大戰以嚟最高嘅水平。過度咁樣利用呢個印銀紙買資產嚟增加呢個貨幣供應，同時間大力減息，引發通脹上升同埋資產泡沫，造成極大嘅爭議。所以海嘯之後，英國政府為咗負翻責任，搞好翻條數，還翻啲債，佢哋10年嘅時候，英國就毅然推出呢個緊縮政策，大大咁樣削減政府嘅預算，無論係醫療、教育、福利，甚至係基建，全部都 cut， 仲大力加埋稅添。不過大力咁樣推行呢個緊縮政策，加劇咗英國嘅衰退，令到英國跌入連續9個月零或者負增長，失業率更加去到30年嘅新高。錯判形勢，推出重磅嘅緊縮政策，再咁啱遇上歐洲嘅債務危機，令到英國陷入長期嘅低增長。英國嘅 GDP 17年嚟只係升得8%，大幅落後法國、德國、美國。而英國嘅生產力亦都喺海嘯之後大幅轉弱。要睇生產力指標嘅時候，我哋一定會睇 GDP per hour， 即係GDP 除以人民嘅總工作時數。咁我哋就可以知道，一個國家真係提升咗佢嘅生產力，定係佢哋市場上面只係多咗勞動力。英國嘅 GDP per hour 相比起金融海嘯以前嘅增長率足足落後咗24%，生產力亦都低於 OECD 國家嘅平均值，落後於主要嘅發達國家。生產力咁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係對英國投資嘅資金一直下跌。喺16年嘅英國世紀公投之後， The UK has voted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戲劇性咁樣以52-48嘅微差公投結果，英國從此退出呢個歐盟，喪失歐盟關稅法規嘅同盟優勢，勞動力同埋人才流動嘅橋梁冇咗，加上一大堆嘅不確定因素，令到無論係外資甚至係英國本地嘅公司留喺英國嘅意欲大減。英國嘅 FDI 外國直接投資自2016年之後雪上加霜，大幅落後美國。2023年 R&D 嘅 FDI 投資項目數量更加按年大跌44%，係16年以嚟最低嘅數字。因為脫歐之後嘅不確定性同埋潛在嘅成本增加，有啲公司將歐洲嘅總部由英國搬到去荷蘭，有啲公司就刪咗佢喺英國嘅工廠，而有啲外國公司亦都增強翻佢喺歐盟國家裡面嘅投資。而英國嘅本土銀行 Barclays、HSBC 甚至係 RBS 都將佢哋部分嘅業務搬到去歐盟國家裡面，以確保佢哋可以繼續營運。英國央行證實，英國脫歐將會令到英國嘅生產力降低足足3.5%。19年一場疫情，為咗救經濟，英國再次印銀紙，增加呢個貨幣供應同埋減息去救佢嘅經濟，仲係佢史上最大規模嘅量化寬鬆，係09年當時嘅4倍。結果英國嘅通脹升到去40年嘅新高。Hey Wing， 全球都通脹㗎啦，點解淨係得英國咁慘？一開始咁多個國家嘅通脹原因的確係一樣。
都係因為咧印太多銀紙，貨幣供應增加。但係去到2022年開始，英國、美國或者係其他嘅國家，佢哋嘅通脹原因咧嘅根源開始有唔同啦。因為俄烏戰爭、食物同埋能源嘅價格上升，英國同埋歐洲作為能源嘅淨入口國，通脹大幅推高。但係美國作為全球最大嘅產油國，佢所受到嘅影響咧自然細好多啦。通脹主要係佢嘅服務價格上升，即係經濟過熱啦。但係英國同埋歐洲明顯咧，佢哋嘅通脹係因為核心商品、食物同埋能源價格上升，所以美國嘅情況就比佢哋好好多啦。高通脹引致英國大幅加息，去到15年嘅新高。通脹令到英國人俾更多嘅錢，但係買到嘅嘢更少，所以對英國嘅窮人或者係勞動階層嚟講咧，佢哋嘅打擊更加大啦。經濟唔好，亦都打擊英國人嘅消費能力。數據顯示英國人咧淨係儲錢唔消費，但係美國人咧就用佢哋嘅儲蓄去消費。兩個國家嘅消費分歧咁大，代表住兩地咧佢哋人民對經濟前景嘅信心嘅分歧。而家超過一半嘅英國人認為佢哋必須要削減非必要嘅開支。講到利率嘅趨勢，除咗影響全球嘅經濟之外，當然仲會影響樓市啦。多謝28House今日贊助呢段影片，佢哋係一個一站式嘅樓盤平台。我以前喺香港嘅時候咧都有用過佢哋。28House覆蓋好多房地產嘅種類，由普通樓、新盤、工商、鋪位、車位都有。無論你係要買樓、租樓定係你係業主，佢哋都幫到你。當中咧，佢哋最出色就係放盤啦，因為佢哋係全港瀏覽量最高嘅房地產網站之一，同埋業主放盤量最多。如果你係業主又想放盤嘅話，喺呢個 app click 個掣就得啦，唔使2分鐘搞掂。業主放盤仲可以免佣添。如果你有興趣，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 download 28House app 入去睇睇。當然加息唔單止係影響到樓市啦，加息亦都令到企業嘅借貸成本大增，令到成個經濟活動咧減慢。而另一個 Covid 留低嘅英國問題咧，就係佢嘅勞動力大幅下降啦。長期病患以及中年以上嘅人咧喺 Covid 期間咧離開職場，加上脫歐令到英國失去咗大量嘅年輕勞動力，英國成為喺 G7 國家裏面咧唯一一個佢哋嘅勞動力活躍度仍然係追唔返疫情之前嘅水平，直接影響佢哋嘅生產力。當然啦，頭先所講嘅都係一啲單一嘅事件誘發出嚟嘅問題，但係其實英國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根本性嘅長期問題，譬如佢哋本地嘅生產率咧距離非常之大。英國嘅生產力主要係由倫敦、東南部同埋蘇格蘭所帶動，英格蘭中部同埋北部嘅生產力咧就嚴重落後啦，亦都造成呢個收入差距。倫敦係收入最高嘅城市，佢哋嘅年薪中位數比全國嘅數字高出成26%，而東北嘅地區咧就少成11%。生產率不平衡，亦都造就咗東南部嘅人均資產比起東北部咧高出成2倍，財富距離咧非常之大。有錢人其實無論喺邊一個國家，佢哋都係有錢噶啦，所以咧分別都唔大嘅。但係你一睇呢個低收入嘅人士同埋中產咧，你又知道英國佢哋比其他發達嘅國家差好遠啦，收入差距高達成37%。英國人就算你幾有錢，揾埋啲錢，你啲錢都要有出路㗎。但係英國人將自己啲錢咧投資喺其他嘅地方，遠遠大於其他外資嚟英國投資，即係 FDI inflow 啦。咁佢哋嘅資金目的地咧，大部分咧都係流到去美國或者係英國嘅離岸島仔嗰度去避稅。脫歐同埋 Covid 令到佢哋經濟前景不明朗，加息亦都提高咗成個借貸成本，亦都令到英國嘅私人投資比率成為 G7 裏面最低嘅國家。長期嘅低生產力同埋低增長力，形成呢個低人工嘅惡性循環。英國目前嘅平均實際人工同05年嘅水平相似。如果英國真係按照08年之前咁嘅增長率，依家應該個個都加翻38% 嘅人工啦。過去20年以嚟，英國人嘅人工增長咧落後於大多數嘅 G7 國家。當然啦，英國仲有唔同嘅即係長期根深蒂固嘅問題啦。咁呢個篇幅有限，所以喺呢個影片咧，我 cover 唔到咁多。我自己諗到嘅包括佢哋嘅稅務問題啦，同埋佢哋中等技能嘅培訓問題等等。如果你哋係住喺英國啊，或者好熟悉英國經濟嘅咧，都歡迎你哋喺下面留言區嗰度咧補充一下啦。喺呢度咧，我都想大家幫一個忙，就係咧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依家我哋嘅觀眾裏面咧，有大約40% 嘅人咧係已經訂閱咗。我希望呢個數咧可以上到50%。你哋一個 click 咧，絕對可以幫到 Rain Is Here 呢個 channel 走得更遠。
唔該晒。咁究竟英國係咪真係咁差冇得救呢？睇翻最新嘅數字，英國嘅 GDP 比預期做得更好，成功擺脫咗上兩季嘅技術性衰退。但係如果你睇翻 GDP per head 嘅話呢，佢哋今季係升咗0.4%，都補唔翻呢上7季嘅總跌幅。所以咧要追翻疫情之前嘅水平呢，仲要努力好多啦。由於呢個能源價格最近終於下跌咗啦，英國央行呢預計佢哋嘅通貨膨脹率呢將會更加接近2% 呢個目標水平。BOE 呢最新都放咗好消息㗎啦，就話佢哋嘅減息預期速度呢會比大家諗嘅快，更加暗示6月有機會就可以減到息，比之前講嘅8月呢早咗2個月。所以英國暫時就唔係真係咁差嘅，至少見到佢哋打通脹呢係見到成效啦。不過減息嘅次數呢可能同美國一樣，冇之前預計嘅咁多。今年呢 BOE 預計佢哋可能減到2次嘅啫。如果睇翻英股啊，依家佢哋嘅估值其實同疫情爆發嗰陣時咧最低嘅水平咧係差唔多嘅啫。再加上佢哋最近有呢個減息嘅信號釋出，咁低嘅估值亦都刺激咗咧富時指數100咧最近幾星期一直上升啦。不過亦都要留意啦，美股已經係連續10年跑贏全世界咁多個市場。ADR 美國嘅預託證券架構咧就為一啲海外嘅公司，如果佢哋想嚟美國嘅市場上市或者融資咧，提供咗一個超好嘅機會。Shell 油公司啦，佢哋亦都表示可能放棄喺倫敦上市，轉為咧喺美國上市，因為美國同行佢嘅估值啊，同佢哋自己相差太大啦。而今年咧，英國嘅晶片設計公司 ARM 亦都係咧喺美國上市，反映咗呢個融資同埋估值啊喺美國市場嘅吸引力咧，比英國市場更加大。不過大家要留意啦，英國相信非常之快咧會有呢個減息嘅機會出現，但係咧對比起美國，佢哋又唔知自己減唔減息得住啦，或者要遲啲先減息之下咧，呢個情況會造就呢個利差，亦都會令到咧美元繼續走強，迫使咧呢個英鎊繼續疲軟。弱嘅鎊會有利企業出口啦，減息亦都可以降低呢個借貸成本，對企業同埋經濟其實有刺激嘅作用，所以短期內都會有利呢個英國嘅股市。而喺富時100指數裏面有3/4嘅公司咧都係國際嘅大型企業，其實佢哋做生意咧好多時都會收美金，而喺財報上面咧佢哋就報英鎊。當美元走強嘅時候，呢啲公司將利潤轉換為英鎊咧，佢哋嘅利潤回報咧就更加高啦。雖然英國嘅自身問題唔少，脫歐之後又冇咗一大堆嘅勞動力，佢哋嘅新移民咧仍然可以填補翻晒咧數字上面嘅缺口。當然英國仍然成為移民流向嘅目的地之一，主要都係因為佢哋嘅老本啊仍然夠強大。英國係全球最大嘅外匯交易中心，國際金融中心指數仍然係位列前茅。金融中心地位咧並未因為呢個脫歐而見到好大嘅落差，而英國亦都係全球最大嘅離岸金融中心之一。BVI 啊、Cayman Island、Bermuda 等等同英國有領土嘅聯繫，好多喺英屬離岸所登記嘅公司，除咗用英國嘅金融系統作為模板之餘，其實好多咧都喺英國有業務嘅，所以亦都令到英國嘅投資銀行、金融機構、律師行或者係會計師行間接得到唔少商機同埋揾錢嘅機會。呢度所涉及嘅間接經濟收益咧係非常之龐大。如果想知多啲嘅話咧，可以睇呢段影片。而英國作為全球第5大嘅創意中心咧，產業亦都超過126個 billion 嘅英鎊，創造超過2.4 million 嘅工作職位。呢段影片咧，我就做咗唔同嘅 research， 同埋咧用唔同嘅多角度去睇一睇呢個英國嘅經濟。整體對我嚟講啦，英國雖然面臨嘅困難係好多好多，但係其實佢嘅老本咧真係好強大，自身嘅優勢仍然好多。但係要脫離呢個長期增長力同埋生產力都低迷嘅問題，整體思維上面咧就一定要做一個大改革啦。因為一個國家嘅長遠增長力仍然係取決於佢哋可唔可以生產一啲高價值嘅服務或者係產品出嚟。而大家都見到喺過去20年以嚟，全球嘅無形資產同埋佢嘅價值主要都係由科技業嗰度產出。科技亦都可以改善一個國家嘅自身生產力，甚至係減低佢哋嘅成本。睇嚟咧，英國喺科技研發上面咧仍然要急起直追啦。英國脫歐公投咧就過咗咁多年啦，其實依家咧越嚟越多嘅英國人咧話想翻去歐盟喎。
但係如果我睇呢，呢個可能性喺短期內都唔係咁高。唔通真係好似玩遊戲，輸咗唔認賬，要再玩過咩？不過我亦都見到英國都好努力去嘗試改善脫歐之後呢貿易嘅問題。雖然仲有好多嘅國家未達成協議，但係呢，佢哋都同咗唔少嘅國家已經簽咗新嘅貿易協定。有啲國家呢，甚至俾翻佢一個歐盟嘅待遇，睇落真係唔錯㗎啦。28 House 最近都同我分享一個優惠，如果你經 Ring-easier 呢個獨家 QR Code 喺佢哋嘅平台放盤，就可以抽獎送 Apple Watch 啦。詳情可以睇睇下面嘅資訊欄啦。你哋又認為英國經濟依家遇到目前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呢？ A. 低投資 B. 城市之間嘅差距巨大 C. 脫歐之後嘅影響 D. 其他。好啦，今日呢我就分享到呢度啦，下次再見，拜拜。